这个扶桑神集团无恶不作，出现的容器全都与处刑跟拷问有关，都是用来折磨人的道具。4年前，丁都赛演全员出动将其镇压，但是在销声匿迹了很久之后，从业会的残余干部卷土重来，以残忍的手段拷问了门守家的一名赛演。为此，门守家发布召集令，并和长月家意在其列。在牡丹坚持不懈的脱敏训练下，兵马总算能顺利喊出他的名字了。因为太过精密，蔡道杰的疯狂嫉妒。临走前，牡丹千万叮嘱让兵马不要受伤。景天田的剿灭战，长月家同样参与了。这次出动只派了结义人，其他人留在宅邸保护牡丹。如果对方的目的是要复仇，那他们极有可能抓牡丹作为人质。杰开玩笑地问兵马是不是担心人手不够，但其实兵马是因为总算能放开杀而高兴呢。2个人一到集合地点，兵马就被扑来的春压在身下。这次行动，他们被分在了一个组。趁春怪兵马一直不给他发邮件，结果扭头一看，杰一脸看人渣的表情，原来是个四处拈花惹草的渣男。他回去就告诉牡丹，开个玩笑，其实杰和春的关系还不错，春是下任京都赛演的代表候补，他们还偶尔一起去咖啡馆。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却见春一人有些奇怪，山河挂正在一旁等着他们。这次任务是由山进行带路，他们要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动。门守作为率领的主力部队，正在以案发现场为中心，用伏破射索敌雷达，一旦完成，效果将笼罩整个京都。在此期间，兵马这一组要作为别动队到从元火可能藏身的地点搜查。山将3人带到了从元火的大本营，不过对方已经展开行动，这个地方怕是已经弃之不用了。居然短短几天就找到了从元火的老巢，兵马真心实意的夸赞山真厉害。春忍不住吐槽，兵马是不是知道什么叫放羊啊？放羊指的是刻意不处理某些扶桑神，而山察眼线据以监视。门守雇佣山做定期监视，把从元火残党当洋放，这样一来就更容易观察到想帮着他们狐假虎威的小恶棍。以老实换苟且，从元火也明白这一点，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动静。时至今日突然打破规矩，怕不是因为兵马的到来。山带完路之后功成身退，看到什么的兵马突然脸色一变，叫住山。此时的山完全没有注意到头顶袭来的黑影，寡众正想一把将山拽开，才避免了开局杀的悲剧。原来从元火的3个余党根本没有逃走，在狂无果寻不到门守的老巢之后，他们选择回到原地守株待兔，结果让兵马这个小分队中了头奖。兵马问他们为何袭击人类，是为了复仇吗？谁料首领晚期却说根本不需要理由，他们的容器是刑具，拷问人类就是他们的使命。袭击赛言只是想从碍事的人先下手，如果你没事你惹他干什么？兵马当场发誓定悔不饶。倒霉孩子山已经被当成了同伙，只要想走也走不掉了。杰自然是站在兵马这边的，而春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兵马的实力。如果真的如同损人鼓吹说的一样强大，那他确信兵马就是他苦等之人。牡丹快来呀，这里有人要偷家了！战斗一触即发，山本想假装联手趁机开溜，结果被春天的将傀儡服被迫参战去对付台，沿着全身上燃起火焰直冲春砸下。然而恐怖的烟爆散开，被符咒包裹的春却是毫发无伤。晚期则是对上了兵马和杰，他们感谢兵马的出现，给了他们无需守规矩的理由，一切起因都是源自他。杰担心兵马会因为气的话被扰乱心神，然而兵马这个缺心眼的压根也没多想，二话不说动手开打。扶桑神术的话他是一句都不信。山原本完全不想和从元火起冲突的，还希望和台打点嘴炮赶紧跑，结果台早就看给人类当狗腿子的山不顺眼了，甚至嘲讽他们是提线娃娃。这句话彻底惹恼了山，被人类当作洋放还好意思说他。兵马配合着结上的簪子打入晚期的体内，而被簪子扭曲成茄之前，晚期居然先一步选择了自毁。他们的身体只是化形而成，只要重构被刺刺的地方就能轻松的化解攻击。兵马和杰一个不慎被双双击飞，晚期集中火力先对付兵马，他的刑具被手柄轨迹切断的地方完全消失，无法复原。切下的密宝牵引岩原型是长世之门的门柄，触碰则意味着迈入门内，现实之物将会消失于此。这是反派的解说时间，他担心观众看不懂设定，特地解说，快说谢谢晚切。虽说门柄很厉害，但实际上效果还要归结于使用者的身体素质。兵马的腿伤已经让他行动力减半，不足为惧。晚期的武器分别化为恐怖的锯条。拷问时间到，他要将兵马一寸寸的锯死。面对密集的锯条攻击，兵马躲闪困难，没几秒被抵住喉咙禁锢在原地，但他的眼神没有丝毫退缩。另一边的岩被春刺穿而死，似乎在这一刻和兵马心里相通，不能退缩，不能在这种地方败给这种对手，因为他们欲毁灭的东西要比这更加强大。赶到兵马使用遗物门柄的时候，春就知道他们的目的相同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坠裂唐散之人，你是我的同胞。另一边，山和挂联手将他一分为二，同时被分开的还有挂的一层外衣。闹了半天你居然是个女的。兵马反手切碎了包裹着的刑具，小弟被通通消灭，晚期陷入被团团包围的困境，当场进入暴走形态。拷问刑具都是有所谓的用途的，依照用途行事才是他们生存的意义，他会将他们阻碍人生价值的人全部切碎。然而逼还没装完呢，就被杰一棍子打飞。山惊恐地发现一旁的房屋从中消失，杰把整栋房子都盘了起来。杰发起飙来可是很恐怖的，杰用眼神示意兵马退到一边，抡起巨锏朝着晚切重重的砸下。没事的兵马也跟着在同时跃起，杰说的不要莽，防守一波，兵马理解的放手一搏，好嘞。
看着眼前的巨水要带兵马一起砸中，接着要一咬牙在空中将束缚解开，兵马将被砸来的晚切一分为二后，直接破开防护层当中冲了出来。哎呀，他们这波配合还真不错，气得截指着兵马的脑袋大骂笨蛋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剩下半截身子的晚切身残志坚的趴着逃离现场，他不明白人类不就是为了拷问才让他创造出来的吗？给人类带来痛苦是他与生俱来的使命，他只是服从了自己的天性，为什么要受到如此对待？门首不知何时出现，晚切这样的负丧神不适合在人间现世，他们太执着于本身的容器而活不出自己的意义，他们毫不思考，只是按照器物的特征行动。门首之所以还留着他，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，但是现在他做出了违背他旨意的行动，不过就是个没用的废物罢了，废物就该被处理掉。战斗结束之后，兵马问春是不是也在追捕唐伞？春是兵马的哥哥姐姐，之前他们来到京都做著名的三眼修行，17物足手，两人的英姿让年幼的春雀跃不已。他第一次遇到能让他如此兴奋的天才对手，他想要追捕唐伞也是因为他杀害了古吹和损人，那是他第一个想要亲手打倒的负丧神。春邀请兵马和他联手，京都散有守区制的情报网，遇到负丧神的概率也比其他地方高，只要离开长月家来他这边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。这个体验对兵马来说很有吸引力，但春这个人非常危险，年仅8岁就把京都散野的最终修行完成，10岁时实力甚至超过了老练的赛野。他对鼓吹损人以及唐伞所抱的感情和兵马绝不相同，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游戏。同时他也继承了门首家为达目的物尽其用的门风，杀掉唐伞一直都是在兵马心中的誓言，也是他盘踞在心底将近10年的憎恨源头。就在姐以为兵马肯定会答应春的提议时，没想到兵马话锋一转，居然直接拒绝了。到了分别之时，春仍旧一头雾水，杀掉唐伞确实是兵马的目的，但他的墓碑前立的誓约却不止于此。他发誓要让自己的身心都达到真正的强大，让负丧神引发的惨剧都得以画下句号。因此在长月的修行有非常的意义，况且还有牡丹在。姐扛着负伤的兵马回到家，不出意外的被牡丹教训了一顿。为了庆祝牡丹生辰大餐以及兵马到家3个月的纪念，长野家决定今天吃寿喜烧庆祝。这寿喜烧在长野家可是一件大事，只有在重要节日才会吃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。于是给每个人分派了不同的采购任务，将其他人都打发出去买东西后，于是让兵马和牡丹去找不知道收到哪里的铁板专用锅，借此机会给小青雷知道独处的机会，甚至还塞给了牡丹一张100%拿下男人的恋爱纲要，让他去试探一下兵马的心意。负责神在外面采购，兵马带着牡丹到仓库找锅子，因为太在意与之说的事情，牡丹总是因为兵马无意中的2人小动作而脸红心跳手忙脚乱，同时又觉得失落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胡思乱想，但兵马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难道兵马是真的不喜欢他吗？兵马见牡丹心事重重的，以为他不舒服，于是跑过来询问，结果牡丹却让他更加郁闷，更别提他一不小心把恋爱纲要掉在了兵马面前。急得牡丹赶紧把所有事都推给了宇智，结果兵马的反应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冷淡，但牡丹很快又发现兵马的脸似乎红起来了，但兵马背着脸死活不肯给他看。牡丹呵呵一笑，非要追着兵马看他的脸，结果2个人纠缠间，牡丹一把扑倒兵马，2个人的脸现在一样红了。但偏偏这样让人误会的一幕被买完东西赶回来的杰撞了个正着，兵马惨遭负伤人的正义制裁。最后发现锅子他们原来借给了之前的居委会，宇智知情不报，小青旅白忙活了一通。总之材料备齐，聚会开始，长野家全都嗜酒如命，就连牡丹都醉倒了，往兵马身上扑。你小子好艳福呀！酒醒之后，牡丹为宇智的恶作剧向兵马道歉，兵马当然不会在意，或许这就是家里有姐姐的感觉。在小时候，姐姐也经常会对他恶作剧。长野家的负丧神都是牡丹很棒的家人呢。